我们2个人在一起相处有1年多了，起初感情非常好，但是后来因为毕业工作要分开两地，我们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多。我特别不喜欢他去做一些兼职，还和那些不认识的人出去，这让我特别不放心。我关心他，他却认为我是在管着他，为此我们总是争吵，感情就越吵越大了。他嘴上总是说关心我，其实就是管着我，还总是怀疑我。明明是他自己和其他女生暧昧，却总是怀疑我和异性关系不近。他现在越来越不理解我，不理解我工作上的压力。这段感情让我太累了，我不知道我们还能走多远。这叫一个累呀！来，掌声请出累累的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豆，22岁，来自北京，是一名兼职教练；女嘉宾小西，22岁，来自江西，是一名活动策划。来，有请2位来。欢迎2位哈！你是北京的，对，你是江西的，是。怎么认识的？同一个学校。校友哈。对。毕业了吗？现在？现在实习。现在你在哪儿实习？我就在我们学校附近实习。哪个城市？那个赣州。你呢？我现在在上海这边找了个实习单位。哦，等于你们俩现在异地了是吧？对。这个实习有多久了？3、4个月。小片里说你觉得累了是吧？对。好，谁先说吧？就我们2个分开异地，就产生了很多矛盾啊。感觉他异地就兼职嘛，兼职做健身教练。你想现在做私人教练，就会跟异性有很多接触，然后我们又不在一个城市。哦，不放心他。对啊。别做了呗，女朋友这么在乎。是我过来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。你不干不就完了吗？解决什么问题啊？但是因为他在那边生活压力也挺大的啊，所以我想帮他分担一下。哦，你想帮他分担一下？对对对。女生是介意男生做兼职教练是吧？对啊，之前他健身教练跟我约法3章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不允许他去和女孩子做亲密的肢体接触，然后不允许单独加微信聊天，然后不允许单独出去玩。他答应了，但是后面就违背了他的诺言的那种。就有一次他在上海这边找我，平时也不会查他手机，在一起看电影了，我就发现有个小姑娘给他发信息，就说哎你在哪呀，然后出来玩，还发了一个什么挺可爱的表情，感觉这2人就经常聊天，就特别不能接受，我就感觉他在那边就让我特别不放心。男生女生说的这你都承认吗？因为我相当于是去健身房兼职嘛，然后没有固定的工资，只是从那个会员那块就是拿一些提成，所以多跟那些会员保持就是好的关系嘛。我觉得这个都是借口。好吧，但是这事儿女生很介意，就别做了，好吧？这个可以，可以，没事了，女生你可以。主要是自己在上海那边工作压力比较大，要租房子，然后又去兼职了，他不同意我兼职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不同意。兼什么职啊？就是他经常，因为原来我跟他在一起之前我就知道他兼职嘛，他就是拍一些那些发模。或者是那个平面模特是吧？对对，这些东西。但是他去了上海以后，他就开始接那些内衣模特。不是内衣模特，就走了一个泳装秀，然后我就发给他看了，然后被他说成内衣模特了。不是他那布料太少了，我就感觉就跟内衣模特差不多，然后我就跟，你干嘛就别再做内衣模特了是吧？不是，主要是他做完这些以后，他最后然后还跟别人一块去吃饭。哦。关键是吃饭，不是？你想我们在外面就接这些活动，结束完那个商家可能就会带大家一块去吃饭，是大家一块去吃饭，我就觉得这没什么，不知道他为什么就不能理解。我觉得吃个饭没什么吧。对，你不理解我，这个小子心里想，你也不理解我。不是，主要是他在学校这边异性缘特别好啊，然后有好多男闺蜜。我的天哪！不就两三个，就好多男闺蜜。不是，就有2、3个男闺蜜啊？就之前就我们是在一起1年多嘛，然后在大学这几年就会有很多就大一一直玩过来的，就老乡的那种，就玩得特别好朋友，有的大哥哥那种。就是异性好朋友。对。有那么2、3个。他那些好朋友都太好了，就有一次我们下午说去就是看电影，然后朋友给他打电话过来，就是因为他朋友比他大一届嘛，然后要毕业了。然后说约他去逛个街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我想，
认识我之前就跟他就挺好的，然后也人家要毕业了，我说那去就去呗，然后我也没太多想法，然后我就放他去。心真大，去就去啊！不是，他们是跟他们一个宿舍一块儿去，全宿舍。对，然后我说那我也出去玩，然后我就带我朋友一块儿出去玩了，然后正好你那是女闺蜜？不是，我那是我室友，正好在一个商场碰见了，我就看他们有2、3个女的在前面走，然后她跟那男闺蜜就挎在一起在后面走，挎在一起是怎么个挎法？就这样。没有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主持人，就是当时你不用跟我解释，跟他解释就行，我都无所谓。没有，我跟他解释了，我跟他解释过了，就被他讲出来，就感觉就肯定会被大家误会的那种。当时就是他说要毕业，我们咱们一块去吃个饭吧，跟我们寝室一寝室了。就那个男孩子相当于有点妇女之友的那种感觉，就胖胖的大墩的那种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吃完饭之后，咱们就逛商场嘛，对，去了一家服装店嘛，可能就说哎那件衣服好看就。勾了他一下，就拉着他，哎，指着那件衣服说：“你穿这件衣服挺好，挺好。”这样子，当时就正好被他看到了，而且他知道我跟那男孩子关系挺好，也知道他跟我们一个寝室跟很多人关系都好。不是，那跟你关系好也不能这样吧？我觉得就很随意，没有想那么多，就这样拉了一下呀。女生的解释是拉了一下，不是挎，咱们就当是一笑。不是勾在了一起，这只是其中之一。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已经在外面吃饭了，就是晚上吃完饭就要走了。你们俩约会吃饭，对，吃饭。然后吃完饭了，都已经要走了，挺晚的要走的了。然后他就也是接了个电话，接完电话以后就把电话挂了，跟我说再等一会儿。然后过一会儿就又来一个男闺蜜，不是上一次那个啊，就过来就抱着他就哭，抱着他哭，就反正就倚在他肩上吧那种。靠在他肩膀上哭啊！你还在旁边，我就在对面瞅着。我天哪！不是，这个确实也超过我们的想象啊！我解释一下，当时这个朋友也是一个他女朋友是跟我同届的，就我跟他女朋友也是闺蜜，就关系特别好的那种。这个男的之前跟我关系好，他们2个还是我凑成的，然后后面他们俩在一起，这个男孩子就特别喜欢我那个闺蜜，就每次和这个女孩子吵架，然后就会来找我帮他们和好，然后就那次闹得特别严重，然后他在电话里就跟我讲，就可着急，就有点带哭腔的那种，就可着急说让我帮帮他，让我帮帮他，问我现在在哪，说他现在有好急的事，说他们要分手，说那个女的要走了，我就说行吧，我在哪，你赶紧过来，然后他就过来，他一过来，他当时就那种情绪就止不住，就一下子就搭在我肩上，就说你快帮我求求你，你快帮我留住他，快帮我去讲些好话，就这样子。我当时总不能把他推开吧，虽然当时男朋友在旁边是有点尴尬，但我不能把人家推开吧，人家都要崩溃了。不是，为什么不能呢？当时他情绪都要崩溃了，然后他就靠在了一下我的肩上。他跟你的好朋友为什么关系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反正你分析一下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讲别人的事好吗？啊，为什么呀？看不到未来，然后这个女孩子比较理性，那个男孩子比较感性，是这样吗？是啊，行吧，就这样吧。我看不是啊，这个我要跟谁谈个恋爱，那个我这男朋友天天都跟莎娜没有那个没有经常这样，就是没有经常这样，就是他们一吵架就是这样。不是有点什么事就找我，因为我可以说动他和那个女孩子，因为那个女孩子跟我关系特别好。就那可不就是跟你在谈恋爱吗？也不是跟那女孩在谈吗？没有，很少，就是他只有没办法了才会来找我。就经常没办法，抱在你肩头哭泣。不，那个是那一次，是那一次是，就是那一次才那样。行吧，你这女朋友她说那个胖子是妇女之友。他是男生之友啊，我们这大家都愿意找他倾诉，是吧？没有，就这1、2个，就确实是关系特别好，都在一起玩了4、别那么小心眼了，哭都哭过了。他就不放心我在外面，主要就是因为异地恋，这些他都知道，他能理解。哎，追他的人多吗？除了闺蜜什么的？反正我感觉挺多的。怎么感觉的？就是微信人特别多，然后老有消息，就那种。他有的消息删完以后，他会留一空白的，然后我就老能看见啊。然后他也跟我解释没什么，然后我也就没什么就没什么，没什么就没什么。你挺心大啊，挺在意的，但我不说啊。你为什么不说呢？你在意为什么不说？你还没有说那一次，因为有一次有个朋友就送了一下花，他就挺介意。送什么？送了花。你送了1枝花，1束花，送了1个月的花。就当时就我跟他讲了，我说就是在这边一个朋友，可能就因为有一次活动，然后就跟那花拍了2张照，然后他就觉得我挺喜欢那花的，然后那男的也知道我有男朋友，然后我也从来不会跟他有过多的接触。收了1个月的花，
没有，他直接就给定了1个月，就每周就会换一次。然后我当时就说不要了，然后他说定都定完了，就已经定了1个月，以后就不送了。现在没有了。哦，就跟他说清楚了哈。嗯。哦，什么时候毕业来着？明年。现在都在实习哈。对。毕业以后怎么办啊？我是想毕业以后，他想去哪儿我去哪儿。那你这实习为什么不也去上海实习啊？我是5年制的，他现在相当于是已经可以走了。哦，他可以走了。对，然后我得在周边找一个兼职的地儿。哦，你还得有1年才毕业呢。对。女生要去哪儿啊？我现在目前是在上海，可能以后会回北京那边，也可能会回自己家那边，也有可能上海这边待的比较好，也会留在这里。哦，1年之后你打算去哪儿？这个就看到时候现在在上海就差不多，如果这边发展的比较好，可以安定下来就待在这边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到时候要不回我家那边，要不回他家那边。就是如果你这1年在上海的话，你不怕他在学校里面生出点什么事儿吗？所以就不想他做那些兼职。那不做了就行了吗？不做就不会有这么多事啊。他现在就跟那些女孩子出去玩，他就有借口啊。如果他不做了，他断了他的借口是吧？对啊。做这个健身教练这个兼职，他如果实在不想让我做的话，我可以不做。但是我希望他这个在我学习的这1年可以回来。就是我在这边刚刚安定好。这一圈也有了这一块的朋友，就活动策划，就我也挺喜欢这种。然后平时这些活动就化妆啊，就穿好看的衣服，就这个圈子已经有了点人脉。就如果再让我回去那边，主要是我们以后都不会待在赣州。好。然后再回去，感觉就是浪费了1年。明白了，其实说白了是女生已经毕业了，男生还在读书，对吧？对。这个如果你往深里说的话，就是在学校的时候2个人感情还不错，虽然你有你的男闺蜜啊。我有我的看法，但是我都忍下来了。一旦距离产生了，彼此就都不放心对方了。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现在特别讨厌一句话，这句话在年轻人中流传特别广，叫“颜值即正义”。颜值即正义什么意思呢？只要你长得帅，只要你长得好看，你做一切都是对的，做什么都对的。我特别讨厌这句话。我不是说是讨厌大家喜欢颜值啊，那高颜值的我也爱看，但是颜值即正义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。但是现在很多的姑娘，很多小伙子，你们2个人都算是比较有颜值的人，颜值在线的人。那当颜值即正义这个价值观、这个理念在社会上流传之后，会带来一个坏处，就是颜值在线那些人觉得我做一切都是对的，但是你不可以这么做。你稍微想一想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，包括你是不是有那么一点，我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我做的都有理由啊，而且我没有让最坏的结果发生啊，一切都是你的误会啊，但是我做这件事情你做了就不行，我做是可以。为什么？有颜值的人太受宠了，太多人对他们释放好感，太多人去追求他们，就好像你收1个月的话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就是一般的姑娘真的拒绝，第一次收到话就转送了。为什么？要让自己的伴侣知道，我是不会收人家东西的，界限就在这儿划，不是有没有人给我送的问题，而是这个东西进不进我家门的问题，这个东西进不进我的生活圈子的问题。如果真的拒绝他，这个东西永远不会进我的生活圈，我的门是关上的。这些事情是我想告诉你们，对于你们未来有用的东西，但是这不是你们现在真正的问题，那异地是你们真正的问题。因为很可能从此以后你们是2个不同世界的人，2个不同世界的人怎么在一起呢？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。沙老师，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在女生这个位置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也健身，我的私教是女教练，这是我自己主动要求的，因为我知道就是在这个职业当中，每一个私教他都会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女学员，可是这个是自己心里的一个标准。有很多私教，我跟你讲，私下是会给女学员发信息的，而且会帮她计算这一天的卡路里，真的是这样，每天联系很频繁。可是当她给自己立了一个标杆之后，她知道我的界限就在这儿，我不会越过这个界限。然后在你这儿也同样，我们节目组录完节目，可能我们也吃饭聚餐，男男女女都在一起，标杆在哪儿？在你心中现在没有标杆。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有很多的人追你是别人的事儿，可是你的态度，你暧昧的态度是你自己的问题。你首先要把这种自己对于追求者投来的目光
怎么去迎接这些目光，或者说怎么去拒绝这些目光，这个问题想明白了，才能去面对你们的感情。归根结底一句话，你可能要的不是他，所以你就明明白白告诉他。还有一点我告诉你啊，妹妹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其实我特别理解你，就是刚刚步入社会，然后被这种的新鲜的事物所包围，觉得自己好像一下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但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出现价值观曲折的一个人生节点，就是永远记住一句话：女生要自重，自己爱自己，才能会赢得别人的爱，好吧？好，谢谢沙老师，来听听涂老师怎么说啊。我们时常会发现，在这个舞台上，总是有你们类似的一幕出现，就是男女双方各指责对方说你跟别人没有保持清楚界限，暧昧，听上都是不信任对方，却信任自己。但其实恰恰相反，当你不信任对方的同时，其实是你不信任这段关系。你不信任这段关系，就等同于你不相信自己的判断。你不相信自己的判断，就等同于你其实是不相信自己的。所以事实情况不是不相信别人，是不相信自己。但是事情就是这样，当一个人越不相信自己的时候，就越希望通过指责别人来证明自己我是对的，因为你心虚嘛。所以我所看到的是，你们在指责对方的时候，其实语言也没有那么坚定，而对方在指责自己的时候，你们的情绪是恼羞成怒。恼羞成怒就是被揭穿了，被揭穿了自己内心的一点小心思。比如当他说你那花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我是直接跟别人拒绝别人，我说我有男朋友。拒绝没有用的，拒绝其实还要更剧烈一些。所以当两个人互为不信任的时候，其实是不信任自己。在这个时候，恶性循环往往就从你通过指责对方来证明自己的时候开始。真正的做法应该是什么？当你自己内心不相信自己的时候，其实你渴望的是被认同、被信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想想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当你想要被认同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能给别人一点认同呢？同时自己更做好自己应该做的。当一个人爱得卑微的时候，爱得不自信的时候，如果不从自己开始，反而要从指责对方开始的时候，你不觉得那是在骂自己吗？希望你们是来通过我们的一些意见，从自己改变开始的，而不是通过我们的这张嘴，把对方教育得像你内心的那样的想象，而自己却从不悔改。好吗？好，就这样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们两个在一起也有1年多了，我不希望就这么结束这段感情。我承认我的一些幼稚的想法，就是太管着你了，有的时候。然后我以后也会改，但是希望你也能为我做一些改变。还有1年的时间，我希望你可以来到我这边找一个实习的地方。如果你不喜欢我这份兼职的话，我可以辞掉它不干，换一个其他的兼职。其实我这边做这些活动也是因为在这边，你也知道我知道你也理解我压力挺大的，然后做这些活动，确实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我也不想花时间再去和另外接触另外一段感情，但是考虑一下。谢谢两位，哎，请回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。好。哎，回上海哈？我觉得他会过吗？你回去吗？回去。发自内心的想回啊？感觉挺不容易的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
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，各位请见证。我以后会去你的城市，陪你一起努力奋斗的。